人为介入其实，也不算介入，也算介入，它其实就是人为栽种嘛。我们人工栽培的茶园，大部分是以灌木为主，就是靠人类。就是很多枝的那个刺刺的那个。对，灌木就是主干不明显，从土地开始，它就是开始分支，这是灌木视觉上的定义。对，好，那可是乔木就没有人在人工吗？乔木目前在云南有。就是矮矮的那一种。但是因为他们是直接我们叫做扦插，扦插是截枝之后直接再种，所以它是同一棵树出来的。那同一棵树出来，因为它不是种子种植，它同一棵树出来的时候，它不会长那么高，而且还是需要时间去长，因为要树。我们昨天不是才去阳明山找一位朋友，那棵树它是真的树，在他的庭院就长出一棵树，你看要花多少时间，从他小时候长到现在。所以人工茶我们以人为介入来去采摘。因为为了要求产量嘛，产量但是品质要稳定，然后呢，我们会调整所谓的茶园环境，比如说要施肥要剪枝，剪枝是为了让茶叶跟生长得更茂密，就是比较不会抢养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概念。那部分的他们会撒一些农药，当然就像刚刚聊到，可以避开一些采摘期。这病虫害我们叫做病虫害防治，依照水分的多寡，像前几年台湾这边也没有什么下雨，所以茶农都会去做这个引水去灌溉，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另外一个开销。然后比如说养分不足，他们会去买一些各种各样的，不管有机肥、有机肥或一般的我们说化肥、氮肥来好，他们会依照不同的条件去看茶园茶树生长的状况去做调整。所以就是人为的介入是会调整这样的状况。好，那再来是野生茶呢，完全是靠大自然的平衡。刚刚我们就讲到嘛，它就是长在那边，长在野外。所以它跟其他旁边非茶树的植物共生，还有动物、土壤，它需要什么？适应天气，需要病虫害，然后呢，自身的抗性要强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汲取到水分，树嘛，它根一定会往下砸。再来是，我们讲到天气，我记得前几年，云南那边正好缺水，某些地区缺水，缺水的好处是。有些老茶树，它为了要汲取更好的养分，它根会一直往地下去抽它的地下水。所以那个地区我记得它喝起来的茶气特别好，口感特别强烈。因为正好连续2年没有做那个地区的茶，前一年的茶比较柔，缺水的那一年特别的强劲。那天因为它把就是土壤的养分都吸取了的意思，吸得更深。应该是这样讲，就是说，营养，它可能抽枝发芽的量没有前一年多，因为水分缺少了一些，它的抽枝发芽量少，它因为要把各种养分去供给到少量的树叶，所以呢，它把最好的精华都给小朋友们，所以它会长出来的。对，所以它数量少，养分更浓烈，所以它喝起来的口感会更强烈。前一年以一样的养分来说，因为同一系列的那个茶树嘛，它茶叶量，1叶或1叶、2叶、3叶，它的量较多。供给类似的养分，但是它被分散，所以口感它会有这样的差异产生。所以说，野生茶更能够喝到风土味，是这个道理吧？是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再来就是因为它要去适应天气，再来是病虫害。其实很多云南的古茶树都会遇到所谓的最大的天敌是什么？最大天敌冬瓜猪是其中之一啊，它们就是野生的猪。白蚁。白蚁没错。所以白蚁一吃掉，它一蛀，树这么大，中间一蛀掉，它就没有办法再生存。甚至有些蛀到根部，整棵树就是开始凋零。那冬瓜猪产生是因为它是很不幸的，它是要吃长在树底根部靠近根部地方的蕈类，它是吃蕈类。它吃了蕈类，因为它冬瓜猪的牙齿很锐利，它直接把根部跟主干的连接地方截断，一截断没有水分输送，树就挂掉了。对。刚刚顺便提到一个天气的部分，云南也会下雨，高山地方会有雷击，雷击会造成森林大火。之前我记得云南也有森林大火，还好被损坏的古茶树没有很多。对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野生茶树必须要存活去适应的条件，但是天灾人祸，真的是看老天爷。所以呢，野生茶要靠着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人和是我们去采摘，希望它能长长久久供给我们更多的茶。这个秘辛是以后可以对，可以讲。存活下来的茶树呢，它有很强的抗性，因为它没有灌溉，没有农药，靠着自然的循环，然后呢也有人为的采摘之后，它去找一个 balance， 找一个平衡。所以呢，我们讲人为介入跟自然的力量，一个野生茶是靠什么？自然的原力，natural force， 原力与你同在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是人工栽种的茶园是靠制度性的管理，所以这两个良好的茶园管理是，所以这个就是人为介入跟自然力量的不同。所以这一集我们就到这边啦。喜欢我们的频道的朋友，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。
跟分享给大家。可以多留言跟我们聊天。对对对，可以跟大家让我知道说你们的心得啊，或者是什么喜欢知道什么。不管或许某些部分我有讲的不是那么清楚，或甚至有错误的地方，也希望大家来指正，一起来大家研究交流。谢谢大家，我们这集就到这边，拜，下期见，拜拜。